芯片、稀土、外交三重暴击，最近德国的玻璃心真的是碎了一地。德国这个曾经以严谨、高效和工业制造霸主地位自傲的欧洲心脏，最近吃了一连串的瘪。从墨茨高升几乎要摆脱被中美科技领导，到芯片、稀土等关键原材料被卡脖子，再到外交场上的光速认怂，无不指向一个冷酷的现实：德国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控制权。德国总理默茨最近发出了一个让整个欧洲脊背发凉的警告，他称德国绝不能将未来的科技领导地位拱手让给美国和中国。这话听起来很英气，但细品之下却是对德国工业现状极度恐慌的体现。如今的德国已经不再是那个高枕无忧的工业巨人了。过去多年，德国工业生产一直在走下坡路。数据显示，即使在疫情结束数年后，德国工业产出仍比疫情前水平低约 15%， 这种疲软伴随着低迷的产能利用率。而相比之下，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已经飙升至约 35%， 并且中国的产业升级已经从过去的消费电子、服装等低端领域，直接跳进了德国引以为傲的核心腹地——汽车、工程机械和高端制造业。中国现在每年出口的汽车比进口多出500万辆，而德国的进出口量则直接腰斩。所以本质上，默茨的警示是对德国工业霸权可能永久性丧失的深层恐惧。德国害怕在下一代技术，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新能源的竞赛中，彻底被中美两国拉开身位，最终沦为一个单纯依赖中美技术生态、被动接受规则的市场。这种从昔日规则制定者到夹缝生存的无力感和落差感，才是如今德国高层最深层的发展焦虑。讽刺的是，德国此前一直高喊去风险化，试图拆除对中国的单方面依赖，但当荷兰真的尝试对中国企业下手时，反噬却来得如此迅速、精准且致命。稀土管控和安氏芯片断供，如同两把锋利的匕首，直接刺向了德国工业的心脏。德国似乎还没搞明白去风险化口号与其现实依赖之间的鸿沟。除了科技竞争方面的焦虑，德国眼下还对他们的国家安全很是担忧。在中国对稀土出口进行管制后，德国的安全与国防工业协会最近虽然宣称行业内没有恐慌，但欧洲在稀土供应链上的依赖程度有目共睹。欧盟几乎 98% 的稀土组件进口都依赖中国，对于德国而言，其自身 95% 的稀土进口也来自中国。稀土对现代军事装备至关重要，从精确制导导弹到战斗机传感器，都离不开这些关键材料。所以稀土问题现在是让德国高层坐立难安，对于整个欧洲的国防工业而言也一样。欧洲正在大力推动再武装，以应对地缘紧张局势。欧洲的导弹需要铝、钋、铧等稀土元素用于永磁体，如果中国切断或拖延这些关键组件的供应，欧洲的再武装进程随时可能被迫中断。德国安全与国防工业协会的言论虽然试图稳定人心，但掩盖不了欧洲在加工能力上几乎为零的现实。如果说上述芯片、稀土危机是硬伤，那么德国外长瓦德富尔的推迟访华闹剧就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自取其辱。瓦德富尔原本计划10月26日开启访华行程，但随后宣布推迟，给出的理由是未能在中国安排足够多的会谈，因为北京只确认了他一次会面，他觉得不够重视，索性取消了行程。说到底，德国还是低不下那颗高傲的头颅啊。值得关注的是，在外交场合，如果来访人员被拒绝安排与其他关键部门的会谈，这无疑是一种降格和冷遇。这次咱们这么做并非偶然，很可能是对德国近期对华政策强硬立场的惩罚。因为就在此前，德国刚刚在稀土问题上公开施压，并在安氏半导体事件上支持了荷兰的接管行动。我们拒绝安排涉及经济和技术部门的会谈，意思其实已经很明显了，而这一拒绝直接打在了德国的痛点上。接下来的情节更是戏剧性十足，就在瓦德富尔宣布推迟后，德国内部舆论瞬间炸锅。政商界人士群起指责他破坏对华共识，质问他芯片稀土问题要怎么谈。这些指责主要来自在华拥有巨大投资和利润的工业巨头，他们担心德国在外交上的鲁莽行为可能引发类似安氏事件或稀土管控的升级反制。在巨大的压力下，仅隔一天，瓦德富尔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赶忙改口称只是延期，不是取消，并表示我们一直准备对话。德国外交部也表示对推迟深感遗憾，并强调此次访问本应讨论贸易限制问题，特别是稀土和半导体。瓦德富尔的迅速跪求改期，是德国经济对中国市场超高依赖度的真实写照。这表明德国对于经济依赖的焦虑已经远超想象。值得关注的是，这段时间的安氏事件虽然是荷兰动的手，但我们的反制却犹如一记打在德国汽车7寸上的重拳。安氏半导体被荷兰强制接管后，中国立即禁止了安氏中国工厂生产的芯片对欧洲的出口。安氏生产的芯片虽然不是尖端 AI 芯片，但却是汽车和家用电子产品中简单但至关重要的基础芯片，如微控制器和功率半导体，在汽车中的用量极大。虽然技术门槛不高，但替代周期漫长，且中国拥有绝对的产能优势。在中国宣布反制后不久，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迅速发出紧急警告，称其成员包括德国的大众、奔驰、宝马等巨头面临芯片供应危机。他们表示，汽车制造商正在动用储备库存，但供应正在迅速枯竭，生产线可能在几天内停工。德国汽车业被精准击中，德国是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大众、奔驰等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已公开警告，短期内无法排除对生产的影响。汽车行业是德国经济的支柱，中国这一击等同于切断了德国核心工业的血液。安氏事件俨然已经变成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且精准打击德国汽车业的经济危机，彻底暴露出了德国及其供应链在地缘冲击面前的极度脆弱性。面对芯片、稀土和外交的三重暴击，柏林迎来至暗时刻。
莫茨不断呼吁德国和欧洲要保持竞争力，但却举步维艰。虽然欧洲此前已经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欧洲芯片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试图实现战略自主，然而要实现这个蓝图需要天价资金、漫长周期和极强的整合能力。像欧洲这般表面团结，实则各自为营的格局，要实现可太难了。莫茨的焦虑正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德国既要通过强硬言论争取科技主导权，又不得不承受其政策带来的即时经济反噬，这种夹缝求生的状态，或将成为未来10年德国对中美政策的常态。而如果欧洲不能放弃对旧多边体系的幻想，正是地缘经济竞争的残酷性，未来也只能越来越被边缘化了。